这玫瑰空调一出来就被人吐槽，真的不能去怪人家设计师的审美。相信但凡看过董大姐参与设计的东西，都能够理解这个玫瑰空调设计师，人家其实也蛮称职的，努力的去实现董大姐的梦想啊。但是这个空调确实放在谁家里都是妥妥的一个显眼包。那为什么这款玫瑰空调现在能被这么多人吐槽呢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观设计，而是动辄2-3万的售价呀。这个价格在柜式空调里面真的应该算是天花板了呀，真的是刷新了我对格力空调价格的一个认知。那有人又会说了，你不要只看价格呀，要看产品的功能和技术。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来分析一下，看看到底值不值这个价。首先看看产品技术，立体送风技术啊，格力独创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空调的头和底座出风，冷风在上面出，热风在下面出，会让人感觉到舒服一些。有一说一，这个确实蛮好的。但是我也对比了同是格力空调拥有这个技术的空调有2款，便宜的是8000多，贵的9000多。不但空调的技术一样，外观还更加具有科技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换成正常审美和考虑性价比的朋友，这2个空调放在一起，基本上都会选择8-9千的居多吧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产品功能，有 AI 语音、亲子教育、语音点播、新闻电台、生活助手、天气时间等等，乱七八糟的功能一大堆，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花里胡哨了。空调你主要功能制冷和制热这个就行了呀，那么多附加功能有多少人会去用啊？还是说我定价2-3万就是要功能去堆满它，让用户觉得它值？董大姐呀，你真的是光顾到哄小孩糊弄人呐！有这钱我们去买大金的中央空调不是更香吗？再不济我预算没有那么高，买刚刚同等性能的那个8-9千的不是也很划算吗？要不说还是老板任性呢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也不用考虑产品的销量，自己开心就行。董大姐你是玩的挺嗨的，手机芯片、汽车电池、新能源等等，玩了一圈外行的，不过瘾又在自己家产品上霍霍。真的想想格力的员工吧，人家还等着你分房呢。整点实际的，咱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让下面的年轻人有点话语权，整点真正的技术好的产品，说不定你们格力的股票又会上涨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？来交流一下吧。